Hello， 我是吕伐。那本周想要分享的一些观点呢，是跟做个人品牌的公式比较有关系。然后我发现有很多人其实不知道有一个最简单的公式，但大家都很容易把它漏掉。透过这一集这一个礼拜的 vlog 呢，都花这个礼拜的时间，分别跟你分享这个公式里面有哪一些东西是你要去做，然后为什么以及需要怎么做等等，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表达给你听。所以你看完这一集 vlog， 基本上你就会知道，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经营个人品牌，或是你的企业品牌可以怎么做？第一个重点呢，长内容啊。其实很多人在经营你的自媒体，或者说在经营你的内容啊，然后你在卖你的服务，你希望可以吸引客户来的时候，很多人会本末倒置哦，就是你会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短内容上面。好，对不对？很多人是不是被我说中？就是你会就是一直去做这些短影片啊、贴文相关的东西，然后一直很在乎这个流量，然后能不能帮你带客户等等的。但是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今天卖的服务，我相信是比较高单价的，其实呢，它需要的信任就更多哦。客户到跟你合作之间，除了中间那些 funnel 啊、那些漏斗，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核心呢，它其实就是信任。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好像很虚无的东西哦，好像很情绪化的一个东西哦。但是的确，很多事情你其实会信任一个品牌，或者是信任一个人，你才会跟他买东西，对不对？那怎么样去建立信任呢？其实最快的方式，也是最无脑的方式，就是你去做长内容。那常见的长内容其实就有，例如说写文章啊，这个是比现在还算是稍微比较冷门的啦。那更常见的就是 YouTube 影片，也就是你现在在看的这个影片。另外一个就是做 Podcast， 包含我自己做了好几年 Podcast， 我从2019就开始做 Podcast 嘛，长期一直听，因为我也是周更嘛，所以对我建立的信任其实是越来越高，所以我才有办法去卖出高单价的服务。那做长内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那么急。因为你在做短内容的时候呢，你要想办法把所有的重点塞到1分钟里面。你可能会想说，我有时候短影片我剪一支可能就要5-6个小时起跳了，长影片应该会更难吧？其实没有哦。有时候你做长影片呢，因为其实你不太需要把所有的空档跟细节全部都剪掉。其实呢，如果你安排的好的话，说不定花的时间其实跟你剪一支短影片差不多。这个是蛮意外的一个答案，对不对？做长影片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更上手，而且还速度更快，可能1个下午，然后搞定一个15分钟的长影片，然后讲了很多重点、很多精华在里面。发长内容的话，我这边建议啦，至少是发1个礼拜1次这个是最少会比较好。尤其是你在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持之以恒的一直去做的话，其实你就很容易造成人家对你的建立的信任，其实建立到一半慢慢的又往下降，然后就没了。为什么？因为你做到一半你就不做了，你可能觉得说流量没有很高，观看次数没有很多，没有很多人在听你的 podcast， 没有很多人看你的文章。但是呢，重点是如果开始有100个人、200个人、300个人、500个人、1000个人，这些人呢，他如果愿意持续看下去，或是时不时的看你的东西的时候，他建立的信任其实比你在那边做一些短影片啊，然后就10页的 carousel post 在 IG 上面啊，那些力量是长影片是比他们还要强的很多，然后你花的时间其实呢跟你剪短影片差不多，但是你提供的价值更高，所以我推荐你，如果你想要卖高单价的服务，那一定要做长的内容。OK， 那我差不多要去运动啦，接下来呢还会有几点是公司里面重要的东西，我们等一下再说。I'm the best from the south, I done ran my V-up, F what it cost, and you boys better D-up, slim run the route, too clutch, try to hang, but the game too much, what you bout, I'm the best from the south. 那以后你就可以边做简报的时候有一个内容，大家先一步步给你一个结果。如果有比较多的东西的话，其实我可能一次定个3个月，如果我自己跟你评估的话。所以一直没有传过来，就是有一点奇怪的状况。我这样讲因为他钱给你了，比较重要的是你放不放心，对不对？所以你那个时候大概是大学的时候，刚好身边有人在玩车，哇！我终于录完今天所有的行程了。我今天从晚上7点开始教课，然后到现在10点17分晚上，我讲话没有停过，我中间可能只有停10分钟，然后上个厕所什么，因为教完课，然后接下来就是 podcast， 然后现在是10点17分，总共讲了3个小时，至少有3个小时满的时间都在讲话。因为我以前做音乐，然后是主唱嘛，我其实没有想过我未来会因为
说话说到沙哑，所以如果有些人是当老师或是教育业的，一天要讲好几个小时的话，我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每次都带着那个保温杯，然后还有喉糖啊什么之类的。如果你需要非常长时间在说话的话，真的是辛苦了 ，respect。진짜좋아한다 이거 진짜 죄송하다고. What's up？ 这是我朋友 Lily。如果你有看我的 vlog， 你应该会知道，在前面几集呢，我有参与到他搬回台湾的这个搬家的过程。他现在在台湾正式满1年了。对，我没有想到那一集到现在也1年。1年哦。对，那一集就我感觉好像不久之前。你好像你有来我的那个野餐的那个。对啊，对啊，哇，好怀念，1年的哎，好快哦！正式从美国回来台湾，他之前长期都是在美国，对不对？对，我待了蛮久在。对，那现在算是一个海归少女。谢谢少女。因为在拍的时候对你好一点。从现在到1年之后，这个心路历程，你觉得会不会很难适应？然后到现在，感觉已经是适应了吗？我觉得是，我觉得前1-2个月真的是那种连公车都会坐错，或是像什么 Line 不是有什么会员，但是要重新适应整个生活方式，我觉得有感受到那种文化性的感。到后期就比较像是我觉得新的角度去看台北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离开台北大概7年的时间，我觉得整个城市改变了很多，新的地方可以去。然后台湾，我觉得台湾越来越多元化，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你有机会可以见到，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新的体验。就比起说我回到我原本住的地方，更多是用新的视角去看台湾。他现在比我还台了，你知道吗？他刚刚在付钱的时候啊，他有载具耶。有。我到现在是没有载具，我就想说，我好像不太需要这个东西。而且你要放那个桌布，你要这样一刷，就给他扫。我的朋友 Lily 呢，她现在在台大工作，做 some kind of manager。哦，他很嚣张这样。现在在看影片的你，如果你有去读台大，或者说你有朋友在上台大，或者说你有朋友在台大工作，你可以去台大找他。好，我们先聊天，先这样，拜拜。拜拜。莫名其妙，不知道在哭三小。What the fuck are you crying about? It's Friday night. What are you crying about? 刚到家，刚刚跑去这个大稻埕，跟我的老朋友 Lily 出去玩回来嘛，我觉得有一些想法，我想要分享一下。第二个，用短内容来接触更多的潜在客户以及更多的粉丝。老实说呢，我们刚刚一直在讲长内容嘛，但短内容能不做吗？不行。为什么呢？长加短，它其实是一个最完美的公式。不管是 Podcast 配 IG， 还是 Podcast 配上你的 Threads， 像 Instagram 这些东西 ，LinkedIn 啊，或者是 TikTok 这种，我们会叫它社群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可以让你人跟人之间比较容易去建立连接。所以有时候呢，它会在 Instagram 或者说这些社群平台上面，感觉上跟你是更贴近一些，更知道你平常都在干嘛。那短内容是干嘛的呢？短内容有好几种功能，你可以去发布你的服务。你可以去提醒你有什么长内容发布了，然后你可以去发一些专门为了短内容而做的内容，然后整体，例如说你们公司的文化、气氛啊等等，都可以在里面去表现，让人家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家公司，有什么样的理念，有坚持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呢，其实你日积月累的都可以在平常的时候就可以一直在你的短的社群平台上面去发。所以短内容做不做呢？我还是推荐你一定要做。好，你有时候会讲说，这个短的加长的会不会做很多内容啊？的确啊，是蛮多的，势必还是要去做这些东西，因为你只做短的，你很难去吸引到真的跟你建立很深的信任的客户。但是你只做长的呢，他有可能在日常当中你出现的次数太少了，然后他也不够认识你，因为你在长的内容里面，可能大部分都还是讲专业性质相关的东西啊，或者说你安排好的东西啊等等的，你有没有办法每天呢？很难。但是短的呢，你有没有办法一个周末然后做完4支，然后拿去发？很多人是一次做完4个内容啊，1周份拿去发，然后平常就发现实动态啊等等的。长的加短的是我觉得每一个品牌都要有，尤其是你要卖高单价产品的话，每一个品牌都要有的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公式。那接下来你可能会觉得哦，长跟短都做，我真的来不及，我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加快吗？下一次对话我就来告诉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你加速
啊，然后不用做那么多事情，让你事半功倍。再期待一下，我先来休息啦。我们在进电梯。我们今天呢，要去见一个台中的一个老朋友，他是做什么？台湾我觉得是首屈一指的做SM 皮件设计师，很厉害。SM 但他本人很特别就是他就很像我的邻居这样，他完全看不出来是做这一行的。那久违的没看到他，当初我们都是一起创业的，现在他也混得不错。我们等一下就去聊聊天，他难得来台北 ，Let's go。蛮难的，太久没玩了。What's up？ 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一个大楼里面的一个不知道什么一个地方，在聊天。他在研究相机因为他也是 DJI 派的。原本想要偷偷跨到 Insta， 但这个还没有研究好。刚好我开启了这个相机，我跟帮大家访谈一下，因为它的流量其实很高他很会做这个自媒体，在社群尤其是 Instagram 然后脸书的部分他也很会这样子。然后他有一个标榜一个很奇怪但很独特的一个记忆点，就是观众都会说，为什么你介绍 SM 相关的皮具呢？可以看起来像在介绍一般家用品一样。所以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你对 SM 有兴趣的话然后你也喜欢这些皮件相关的东西的话，他就讲龟虽然说这个名字呢不是那么的性感。但是它的品牌很性感，叫配角。配角这个名字是我给它的灵感，对，翻成英文配角，听起来非常高级，这样子有精品感。对，因为他做的东西其实也是让你就是买来的时候，不管是送礼或者说就是如果你跟另外一半有这个兴趣的话，我觉得都是很有质感、很高级的一个感觉，然后做工都很好，然后设计感也很佳。他就不是那种好像淘宝上面买到一些劣质的，因为他以前买过嘛，对不对？然后他觉得那我不如自己做，因为他本来就是皮件设计师，后来他就深耕这一块。可以在 Instagram， 我以前打我的名字配角格物是找不太到，因为我被限流。但我最近 po 的东西都很乖，所以你只要打配角格物就可以找到我了。可以去看他自己做介绍，然后他的做工，因为都是他本人在做，然后如果不是他本人做的话，也是他本人设计，好不好？就是基本上都是经过他严格的控管才会让品质好，然后也可以看看他怎么做内容创作，他很厉害，很会做这样子。他的内容现在他冲起来，他已经把我已经看不到他车尾灯。好，我们先聊天，先这样，拜。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雪温来住我家，知道吗？他 IG 上面有10万粉丝，所以他要求我做什么，我也没办法反抗，因为我只有2万。现在比赛力值就是这个是有一个阶级的，你知道吗？学长学弟制，你知道吗？所以粉丝低的人是没有资格讲话，没有话语权。对，所以他来住我浴室我这边全部都让给他了，我只能跟我妈睡，我好可怜。造谣。刚好我们这一周的 vlog。主题是建立品牌最简单的公式，所以呢，今天我想要问一下，刚好这措手不及，这没有 say 过的完全没有 say 过。雪温，我想要问雪温，你觉得如果要经营，因为你是以个人的名义嘛，以个人品牌来说，你觉得有什么公式是就我们不要任何的限制，就你想到公式2个字，你觉得怎么样 repeat 做哪一些事情，可以好好的建立个人品牌？第一件事情是我从头到尾，我觉得都贯彻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假装有一个人设，不要把自己装成另外一个人设，因为演不了那么久。中间这个泡泡戳破之后，你的人设从前面累积的会直接垮掉。简单的讲，就是你是怎么样的，就不需要去演，就呈现你自己，然后不需要去担心你有没有缺点这样子。我很喜欢露出缺点这种事情。我有次是那个咖啡杯倒下来，然后弄我电脑，那个片段我留着，我就放在那影片里面，可是不会大概拍到我在清理过程，就看到我杯子喷飞这样子。但它就会让你的影片变得更亲近。第二个就是你要让人家看到你，就是要一直都有创作出来。就像你去摆夜市，你去摆夜市，可是你1个礼拜只去1次而已。除非你真的是超级爆炸好吃的地瓜球，我想吃地瓜球，对不起。但你只有1个礼拜只摆1次，那你就是只有700个人，可能只有100个人可以去看到你。但是我也可以摆1、2、3、4、5、6、7天都有到，那就会有700人会看到你。对，所以如果你要让你的那个能见度出来的话，你肯定是出去的东西要够多。是，对。那有第3个吗？第3个就是
订阅旅房的课程。第三个的话，因为我都做自媒体嘛，你在前面，尤其是还不太很红的时候，你的内容规划确实要规划出来。做教学我就觉得说，好，这一个礼拜我想做10支影片，那我就是7支我一定要是教学类的，然后3支可能是2支跟我个人成长的故事有关，然后1支可能是跟一个新的工具有关，可能是设备。或者是我淘宝买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就去用这样的方式去触及，然后发现说，哦，确实教学类的东西最多人看，我就继续做。然后后面做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不单纯就只是一个在教别人拍片的人，就变成一个 figure 在那边，就是一个人。那后面你想要做，其实很多的内容，其实大家接触度比较高，是对，所以你在前期到你的内容出去的规划。你要真的要把它想好，说你的影片你要怎么做，你要做哪些方向。但内容规划，我觉得有一个更直接的一个方式，因为大家会不知道怎么规划。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只要想清楚一件事情，你的客人长什么样子。这个有感。对，你要想着一个人，你要对他讲什么，然后你要持续对他讲什么。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聊什么？你只要想清楚那个人，然后你每次做内容就想一下。假设说你帮他取个名好了，小胖，随便脱口而出。好，小胖为什么怎么想呢？小胖他对什么有兴趣？假设他是例如说对短影片有兴趣，对经营社群有兴趣，好了，那我今天是不是讲一些，例如说短影片封面该怎么做比较好？那我明天是不是可以讲一些短影片怎么样想企划？所以你满脑子就想着我想要跟小胖讲什么，他会感兴趣，而不是。我今天想做什么？所以统整一下第一个是 stay true to yourself， 你不要去演如果你会结巴，你有任何的缺点，你就直接把它显现出来。第二个就是 consistency， 就是持续的输出，每周一直发，然后固定的量这样发的话，你先不要管什么流量什么东西的。你一直发就对了，发到它好起来为止。但你停了就什么都没了。第三个就是内容规划，你的内容还是要规划过，你想清楚你要卖谁东西，或者说你想跟谁讲话，对，不然的话你做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你自己在看而已。好，当然如果听完对学问更多的分享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 podcast 不停自由接案生活，我把它放在这边好了放个截图什么的，你可以去听这一集，反正是免费的。然后他会去分享很多他是如何开始接案，如何开始接业配，如何开始把自己的账号创作起来就是经营起来，然后如何去做创作等等的很多的心路历程都会分享在里面，欢迎大家去听听看。现在已经半夜2点40分了，我们刚刚喝了一点台啤对，我怎么完全没有感觉的感觉？差不多也该睡了那各位就先这样了，晚安，拜拜。我的好朋友雪文，他正在准备他的行李打包正要去这个他朋友的聚会了，他要离开我了，我们就这样睡一晚而已。太少了。没有啦，他昨天睡这边，我睡隔壁间要澄清一下，我们绝对没有是交缠在一起的那种情况。这一支 vlog 的主题呢，经营品牌最简单的公式去营运你的品牌嘛，对不对？然后去输出你的价值，长内容、短内容，这样做起来不是会非常累嘛？你还要做长的，还要拍短的，那怎么样才可以让它变得比较好像就是一鱼多吃？所以我们就要讲到一个概念，叫做内容瀑布的概念 （Content Waterfall）。其实你在做长片的内容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把它剪成短片。讲一个最简单的好了 ，Podcast， 如果你有拍影片 ，Video Podcast， 那很多 Podcast 的画面就可以把它截取，然后再细剪精修一下，然后可能 maybe 需要的时候换一下顺序，把哪一句比较重要的话放到前3秒短影片的 hook。然后再把它变成一个1分钟甚至1分半的一个短影片，哪怕是 YouTube 影片也是一样，不管是你的 Vlog 或者说你的 Head Talking， 就是站在电脑前面或者是在这个镜头前面对着讲一些重点这样子，你也可以用稍微移花接木的方式把它剪成数支短影片。假设一个10分钟、15分钟的长的影片或是 Podcast 好了，其实通常应该是可以把它做成，例如说2到3支短影片至少。所以呢，用这个方式，你只要拍一次。你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去发，你只要用一些后置的力量就可以。那当然，像 AI 也很方便。如果是我自己的方式的话，我就会用 Podcast， 然后去抓它的 SRT 档，也就是字幕档，然后让 AI 去帮我分析哪6段是最值得剪成短影片的片段。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去挑选这6段里面有哪几段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东西，然后就再拿来剪成短影片。我就不需要去另外拍，去另外想题材了。所以推荐给你，如果说你有在做长影片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也把短影片相关的东西，或者说短的内容相关的东西，不一定是影片，你也可以把它拆解成一些 threads 相关的文章。
或者是一些 tweet， 或者说 LinkedIn 上面的一些文章，你都可以经由你长影片里面的字幕档去抓取它的一些精髓，然后给你很多的灵感，这样子你就不用从零开始想。你觉得怎么样呢，我的兄弟？尤其有长片，后面可以延伸很多的副产品的感觉。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做长又做短其实很麻烦的话，其实还好。如果说你愿意做的话，它比较可以让你去吸引高单价的客户。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值得花的。其实长影片跟短片做起来差不多，是就只是前面在顺稿的时候，问他，你看他的东西就对了。他每次做一个短影片，那个超级麻烦。短片可以从20分钟做到8个小时。对啊，我那个昨天看那个脚架子，就是我那个相机脚架子，就是弄8个小时。所以记得去追踪他，我把他的 IG 放在这边这边 Instagram 上面去追踪他。他最近刚破10万大军的粉丝啊，所以代表他的东西是真的很不错，然后很多人都很喜欢。而且你现在听他讲话，你也知道他在 IG 上面讲话跟现在是几乎是差不多的。这一集 vlog 就差不多这样，那感谢大家看，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如果说你有想要知道什么品牌相关，或是创业相关，或是服务型品牌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去赚更多钱 ，make shit ton of money 的话，你就留言告诉我，我去看一下能不能做一集。OK， 拜拜。你不是因为我的身材，所以说让我来这边睡吗？你又没有穿浴巾给我看，这边放上那个浴巾那一只，我要去IG 那边偷你的影片，这样删掉，再重新。